你说考到这种艺术院校，我有时候都觉得挺难受的。其实，能有说实话，章子怡能有几个呀？但是你说问题是，全也是同班同学，你说这个大家还在一块儿，还很多情况下，如果一般有几个特别红的，聚会他们就不来了。啊。那确实，那可以想象啊。对我原来我是觉得第一次意识到特别影视圈特别残酷，是我有一次去探班，我就发现这个红的和不红的吃的盒饭什么的都不一样，我就觉得红的基本上不吃盒饭你接触的还是中低档的演员嘛？对，小演员。但是然后这个红的可能有 A、B、C 三个 T 什么背后的替身、远景的替身，不红的都是男女主角啊，不红的就在那儿不断的光着膀子排练。更明显的是化妆间，你看我刚来，你看文涛老师就很好，说汪老师你先，我换，那红的就是他有单独的化妆。对不起，我们这就一屋，我们还只有一个化妆师。对，这个单独化妆间已经不算什么了。好莱坞什么每个红的明星一辆车嘛，一辆化妆车里面保姆啊、助理啊什么都有。我听一个娱乐产业的经纪人说哈，刚方舟提到的什么吃特别的饭、化妆间什么，从那个经理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叫什么投资？为什么投资呢？除了保护你，让你专心培养情绪，弄得美美的、得体的出场，还有什么呢？更好玩的，心理上给你一个诱因，你想继续享受这样吗？那你好好干，你要听我话啊！我排什么戏，去什么记者会。当你拥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回不去了，回不了头，你不能放开啊，不能放开。这同样在很多行业，这种投资策略都有的。香港有一家很出名的吃鲍鱼的店，哈，那家老板告诉我說，當他在那邊看到哪個廚師，或者哪個服務生啊，是可以栽培的，看起來你禮貌周周，香港話就好醒目啊，很醒目啊，一看眉精眼氣的，看到誰招呼哪個客人呢，他做一件什麼事啊？他買一雙最漂亮、最貴的皮鞋，皮鞋送給那個服務生，給他，來你穿這個吧，站得舒服。站得舒服什么？然后他除了对你感恩呢，他享受过好的东西，他回不去了，他没办法跳去其他店，或者说不敢也不敢，那服务不好，不然你把他炒掉了，他没有这种享受了。所以那个经纪人说，我要给他这个虚荣啊，贪污虚荣是不好的词，可是对不起，在我们这个行业，你不贪污不虚荣，请你走，你没有上进心，你不会往上爬。哎呦，但是我觉得这个啊，就是还是太难了。你看啊，实际上咱实事求是的讲，过去中国有句话叫这个穷文富武嘛。你比如说你要练武的那玩意儿，至少你得吃得好，而且你整天打熬身体，家境得好。这穷人像他们这个编剧，这在穷文富武。其实我现在觉得这个演艺啊，就现在很多想当艺术家，或者想当明星，这条路啊。要照我觉得是一种什么呢？旧社会啊有歧视性的这个看法，三教九流就在这偏，这都不是正门，偏行叫 low 偏行。为什么这么说？当然，他这个是旧社会的说法，但是实际上从这个运势上来说，我觉得它的确不像是一般行业的，就是说我付出多少努力，我就应该得到升迁，我就应该得到一个稳定的成长。这个演员这事儿，您付出多大努力？您付出多少才华，甚至老实讲，你像那个，你比如说是咱们讲绘画啊，那天我有一个朋友，算是最成功的画家之一嘛，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怀才不遇什么这事儿，他就说文涛，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没有怀才不遇这回事儿了，现在只有你有1分才华，都给卖到10分，吹到10分，对吧？把粪土卖成黄金都能这么着。他说，你说你也有点才能，早已经被。这个榨干了，这个净尽了，说是你，所以说你看现在一个人红，你就研究这个明星，你就发现，哎呦太偶然了，要叫我说，就腾他就是这么就红了。你这个他真的是有点非常不走常道的一种。但是演员里边很有意思，有一个，因为我有的时候也做监制嘛，监制和导演呢最爱骂的是那个找演员的副导演。以前做的就说你这找的不行，你这什么都不行，群众演员也难看什么的。然后呢，
有一次呢，叫他找演员，说的不行，不好看。那副导演开始咬牙了，那你们能不能每集加1500块钱预算？我说那怎么着？您要是加，我把那谁谁谁叫来。我们也不知道那谁谁谁是谁。我说可以给你加1500。第二天来了，女演员漂亮多了，就加了1500。哎呦，真的，他这个演员特约演员什么，这都很明显。你就加500块钱就好很多。哎，真是太残酷哎呦，了。你知道，我很早就崇拜副导演，我一点也不崇拜导演，因为那个我还记得，就是第一次，就是这个我是20年前，当时拍一个还什么老豆酒吧，我们那个拍个肥皂剧，然后要找一个窦文涛的女朋友，我当时恰恰发现副导演说，哎，窦老师，他让我挑，对吧？哎，窦老师你来到一间屋，我看他就一个黑板。上边全是贴的小照片，哇家伙，得有上百个，下边都是手机号码，哗哗哗哗哗哗，你选谁，马上就叫来。哎，我说你这工作倒不错，所以我就觉得以后我有小孩，肯定不会让他走这条路。就比如说别的行业，就说吃苦，我可以吃苦啊，可以熬夜呀，扛大包，然后就是努力，这些都可以。但是那个屈辱感的吃苦，我觉得还是挺难忍受的。哎呦，屈辱感，对我你被挑剔说，哎，你这个头型长得不好，有你膝盖长歪太多了，就这东西都有，我有同学屈辱在哪里呢？就像其他工我有作同学也会被批评。去试镜就说你腮帮子太大了。人说你呢？不是，我有个同学啊，对，他就跟我说了，他说对不起，这爹妈给的，你要用就用，不用算了。觉得受伤害，就这个问题，这种情况太多了。还有些戏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知道有一些他在演着，拍你，还差最后一条了。这时候主演来了，主演的合约是到场就拍，他1分钟也不能等，对，他不能等你。于是你差最后一条，你已经拍1天了，你可以收工回去了，你得停。换光换机位拍他，那他们还是校友同学，他就得想我是不是要求他，让我把这一条拍完，就屈辱啊，是吧？对，那他就得去求，人家说可以，你先拍吧。哎呦，这我是谢他还是不谢他？没有，这是从市场营运来说，这是那个叫价能力嘛。是的，是的，当然它是正常的。从市场角度上，这些从行业行规讲都是正常。这是，但是呢，你从人的让人不舒服的地方，我的意思是说，这种不舒服的，你们说屈辱的情况，不现在这个演艺圈哈。在其他企业什么都我有一次特别震撼，也是我去一个就是去探班嘛，然后那个导演就骂那个女演员说你长得太脏了。他说脏不是说就是没洗干净的脏，就说她有风尘味。我觉得人家也是个清清白白的18、19岁的小姑娘，我就觉得你做其他的行业，说你活干得不好，说你这个不够麻利什么的，就这些指控，我觉得你都是可以容忍的。但是说你长太脏了。重点在这怎么办？这还是很屈辱的。我举个例子，怎么办哈？为什么那个女演员不？那然后骂回去，你才脏了，人家转身走了，因为他知道我忍住这个屈辱，我的获得的东西好大。我可能演完这个戏，我光荣，我进军国际影展，剪个彩1000万等等。这是选择付出，因为类似的那个 humiliation 哈，发生在不同领域。比方说你在出版界哈，我也见太多了，编辑或者记者写个稿子过来不好，那采访主任说什么？文盲是吧？你文盲啊？你手瘫的，怎么写的字那么丑啊？什么什么？哎，那个小记者说，那你自己写吧，我不干了，回去。因为很简单。我在这里被你骂，我拿的是月薪12000港币，我出去工作可能可以其他工作找个9000，每个人都比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有弹性哈，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回到你刚说什么有没有受害者有没有迫害者，往往是说你自己选的，其实你不能只怪说哎这个很差，他骂我。那你干嘛要留下来呢？这种事情永远有2个错误。第一个，对方当然不应该这样羞辱你；第二个，
你不应该选择接受这种羞辱，你不要选择完之后就说这个人很差，不要这个那个，你选的嘛，方舟。这也算是这个梅花相做苦对来，真的。你看我有时候想，你记得陆游啊有一个词啊，就是零落成泥啊，碾作尘的。好多明星的命运，你看，包括民国的时候，零落成泥碾作尘呐，被人踩在脚底下。你有过那样的时候？你才唯有相如故啊！所以我们行业一般都怕跟刚红的演员合作。为什么？他反弹得很厉害。他原来被踩成泥过，所以他现在刚红了起来以后，很难伺候。他得狂成什么样？对，他过2年他习惯了就好了，火气就退尽了。啊，对，他就唯有相如故了。谢谢。你像这个水平高的，他能达到个什么价？挺高的。现在最贵电影能有多少钱呢？电影呢，现在能够有几百万，几百万啊！写一个本子啊，电视剧高的能够达到几十万，就是40-50万了，一集了。但是我们演员啊，很多是一个戏是1个亿到1.5亿，这不能比。但是这据我所知的这几个能够拿到30-40万以上的一集的，他们一般是要写7年才写出一个来。对。哎，不对哦，但我听说现在很多编剧都是带着团队，大家一起弄，对吧？然后那种的便宜，那个他快速，对，快速1年，比如说几十万一集是这个编剧的，然后他在1个月多少签给这下面小孩。这种团队的话就拿不到那么高。制片方都贼着呢，你去发一2包，他给你钱门都没有。老听人说这个剧本嘛，一剧之本嘛。哎，但是您说今天这个娱乐界啊，它是角儿大呢，还是本儿大呢？还是角儿大吧。这不得不承认。是的。哎，因为现在是这样的，你比如说以电视剧来说啊，电视台是，平台也是，你是什么演员，我才买。那实际上就是说，你如果一开始搞定演员了，你这个戏基本上就挣钱了。所以你看，我记得我对他这个演讲啊，这个有点印象深的，就好像我不知道现在情况有没有改善。就2016年的时候，他说什么市场需要这些烂剧啊，什么市场需要啊？他说所谓的市场。就是那几个大电视台的那个购片人，而他大多都是中年妇女，他们色情狂，就买这个小鲜肉，就是他们这色情狂把那个带出来，这就是王爱林。对，因为这个各电视台购片部门吧，你去看的话，基本上是女同志，而且呢是这个到岁数，这肯定的，你不到岁数你没这个权利啊。然后呢，这几年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电视台领导要来探班，这个戏在拍的时候买还是不买来探班，那么就要组织男演员去陪领导吃饭了，不再是女演员去陪领导吃饭了，明白吗？李安你就放心吧，以后就是基本上没这事，你拍电视剧基本上轮不着你。对，没转过来，为什么要男的陪？因为都是女领导购片的。然后我有一个朋友拍一个戏呢，他是这样，他的男演员呢都是一些实力派演员，实力派演员都长得不好看，一挑男1、男2、男3全那样，不行，说那领导来了。那就把这个服装、副导演、化妆小伙子长得精神的收拾，说你们陪领导吃饭，女演员一个都不许出现，这样卖片儿。而且你去看一下现在大的影视公司发行人，现在都变成小伙子了。这就要不是编剧他会看戏是这跟我们以前接触，以前发行各个公司都是小姑娘，漂亮小姑娘卖片儿。所以你想，就这个海林兄讲的，你知道吗？他要引起我一种这个不可知论的怀疑。你知道，就是
就比如说试看今日之市场啊，所谓竟是谁家之天下。你知道我听他说的多了呀，我确实产生一个晃范儿。因为什么呢？比如像我们做电视节目的，我们就知道，假如这个一切都是可信的，对吧？我的收视率好了，那么我自然就应该往这个方向走。但是呢，他给我制造了一种阴谋论，至少在我脑子里就是，假如这一切都是可操纵的呢？我现在就看到有些投资商啊，我就觉得就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那既然投了钱呢，他必须成功。他怎么必须成功呢？就是所谓的上手段。你比如说业界也有这种传闻了，买数据啊，给做数据啊，说这戏没拍好，这戏没拍好怎么办呢？走其他的公关的渠道，把他的口碑弄上来。所以现在宣传费很高昂。你看现在啊，一有个人啊做了一个什么活动啊，做个什么，你看下边那个跟帖，我已经明显的能看出来，那肯定不是真实的这个粉丝。那就上次汪海林就讲嘛，他说我觉得所有的这些粉丝叫好的都很可疑啊，他说只有我的那个粉丝长期观察是真的。那我的微博底下就是长期以来18个粉丝，我一直怪的是你说的。我长期观察是真的。但是你想，你看哦，就是如果真要给钱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些数据它其实还是相对真实的。就是如果你不要说，你像微博下面你留个言是不要花钱的，你看电视是不要花钱的。有时候你点个网剧，如果你愿意忍它前面那个广告的话，你也可以不用花钱的。但凡说到要花钱，比如说现在，特别是网络平台，它会有一个数据的这个统计，比如说这个网剧上的时候，有多少人买了我们的那个会员，那个会员大概一个月不知道多少钱的会员，或者是电影上的时候，那个钱是真的嘛？这个钱是真实的钱。电影有一个现在还有一个票补啊，头3天的这个票房，我的意思都是制作公司自己买。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投资方真的挣到兜里的钱，他是看得见的，他是知道自己挣了多少钱。对，现在就是变成你营销的成本越来越大。对，营销成本因为你原来就是说我拍了电影我就该收钱了，我还得花钱，我得去买票去锁场是吧？锁场现在还有技巧，锁是前几排后几排，反正中间出现过是吧？就是你买10张票也不行，锁不了一场，因为你没人来看，他知道的锁到你这个影院必须给他拍啊。现在都是有。但是汪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就是常年一直痛批这个烂片啊，这今天大家都在说这个烂片烂剧，什么充斥着咱们的这个视听哈。你看我这儿脑子里有2观点。一个观点是咱们马家辉，我们香港的一个作家他就说他说这个烂片是必须要有的。他说你看香港电影，当然咱也不能说王晶拍的都是烂片哈，但是香港人他就那么说，他正是因为有王晶拍的这么多的这个你们认为的烂片，他才滋养出了几个一代宗师啊，或者是什么谁呀，滋养出一些好的。你即便是好莱坞这一年生产的片子，80%-90%，也可以叫做烂片吧？是的。所以说，对这个烂片烂剧，你觉得它是不是就是像土壤一样正常的一个现象呢？是，这个是正常的，一定是烂片是多数，但是不正常的是有一些烂片呢被包装成好片。我是有这个嗅觉很敏感的，一闻就闻出烂，我就知道这是烂片，我不去看。但是如果你怎么闻？你教教我。有些戏是对。有几个演员，他只要出现，他就是烂片啊。能说吗？能说吗？能说的那些。对，我觉得是。我一直有一个公式嘛，我说这个只要出现小鲜肉演员靠小鲜肉的颜值来卖的，这个戏一定是烂剧。你去注意，只要是他如果是一个搭子搭在里边了，有一个好演员搭着他是配没问题。你比如说老炮儿没问题，你旁边搭多少小鲜肉没关系，因为主演是冯小刚，是吧？这些你去看这个，但是主演是小鲜肉，靠他卖这个戏。如果他再搭上大 IP， 我有一个模式，大 IP 加小鲜肉，这个一个模式。这个模式一再是，但这个现在很火啊，这种模式。但你看哪个成功了没有？但电视剧很红啊。电视剧一塌糊涂红的。电视剧我就要说，电视剧跟电影还是有些区别，就是电视剧是我们叫 to B 的，那个叫 to C 的电影。
怎么解释 ？to C 呢，就是 B to C 呢，是一张一张。卖电视台。对，哎，你那个电视剧是卖给机构，嗯，电影是卖给一张一张的票，卖给一个一个的人，成千上万的人，成千上万的人，你操纵不了，很难控制。你要操纵它，你就得花钱，就比如说票补，真金白银你得掏。但是电视剧搞定人，是吧？哪怕网剧搞定人，说白了是这样。那么你何以搞定？人家也要向领导有交代，你就告诉他有大 IP， 有小鲜肉。小鲜肉为什么可以卖钱？因为它有流量，它可以兑换成多少个观众看了。所以呢，这个就可以。所以这些一切的一切，没有人谈到剧本，就是故事内容，它就一定是烂片啊！这编剧协会的也是。我听说现在的卖片的模式就是你的主要男女演员是谁，故事大概是什么，然后基本上就能定出大概的价钱了。他刚才说的票补，我有点感觉哈。其实我也是就是不知道看什么时候就说哪个电影卖的好啊，对，这不就票补起作用了吗？对，它票房排前头，对，我就去看看呗。那反正这真碰上我就特恶心的电影，特别恶心。所以这就是这个烂片高票房的这个问题。是这问题你怎么解释？烂片啊，高票房，其实它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一部分观众。这其实是冯小刚有一个论点啊，遭到很多人痛骂，就是说他说是因为有垃圾观众。当然这个说法呢可能是偏激的啊，就是说他翻译一下呢，就是说我们很多观众的趣味确实还是可能更适合看烂片。对，所以烂片不应该当成个贬义词。它是跟你的整个的大众的欣赏趣味是有关系的。就有一段时间呢，这个收视率，我们开始并不知道收视率被操纵了，然后呢，我们就研究说，哎，这几个戏为什么收视率都高？我们怎么努力超过它？后来研究了一阵以后，我发现了，我们确实比较难找它这些戏的那股劲儿。就是他要有一种，你要找到那个劲儿，你的戏收视率一定高。就是要有一种傻逼感，就是找着了啊。就是而且你要创作者是真心的，全身心投入到这种感觉里边去，你塑造出来的那个戏，就他一定收视率高。你还不能说我瞧不起你观众，我是有点勉强给你们写这个啊，你们不就是爱看这个？哎，这不行，你得全身心的，就你得认可他。对，同意他，你是那个价值体系里装傻充愣。对，从骨子里。因为现在我就发现啊，他有时候一环套一环呐，真的容易。我那天跟一个广告客户就聊，我说你看，实际上呢，谁关心最终的真相？比方说做节目的人，投了钱的人，咣叽，我这节目那个要收视率吧，哎，那这个收视率咱是不是可以做一做？要口碑吧，口碑也可以做一做。实际上对于客户来说呢，这个投放广告客户来说，他也是个经理，他也是个跟老板要交差，对吧？说你看，我也是拿数据说话，我为什么跟这家投放跟这个戏投钱呢？因为你看他这数据，就是今天所谓的数据社会，数据摆着的呀，那他的老板也能认可，否则我又根据什么来定呢？那于是最后就变成谁都没做错。所以这个世界，我跟你讲很有意思的。我现在慢慢就觉得，我觉得王海林提出来的，到我脑子里想到的是个哲学问题，是个世界的本质的问题。就是说啊，其实是不是大家都在似是而非的活着？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似是而非吧。就有些时候你看中国有句话呀，这个无为有处有还无啊，这个假作真实，真亦假，对吧？好，这个声势造起来了。你说它是造的，它是假的，可是呢，也许真的大家就追看了。就像马爷说的是排名排行榜第1名啊，都去看，那人就是多了，看到你的广告的人也就是多了，你的销售就是上去了。于是你知道吗？这个世界建构成了。是，你说这事儿有意思。我是听说有电视台，直接他电视台卫视不是有排名吗？有某家电视台新的这个 CEO 上了以后，就开始买收视。买他们台的，他从来没有人这么干。结果买了一阵以后，就不用买了，他还真上去了。
哎，他排名排到前头以后，他真上去了。对，这种在商业上的这种托儿很多。你比如过去那个刚改革开放时候，前门那个商业大街卖鞋的，每天早上都有15到20个人托冲进去买鞋，然后呢，他买完鞋呢，他到这个上午11、2点就回来就给退了嘛。对，他们是领工资的，但是每天都很认真的去。哎，他后来就变成那个地方真的挺火了，对，天天火着。后来就不用他们了，就自动这托就全就不还真不是托，就后来就没托了嘛。哎，对。所以那阵儿商业的商托很多嘛。那种商托呢，它还不像这个，就现在就什么酒吧里那种酒托，酒托它比较孙子，就是他喝完了以后，他跟你喝那酒不值什么钱，让他算你身上，这种现在打击很重。他那还真没有，就是我买我的鞋，你旁边就是看着，你愿意跟着买就买。中国人的从众心理重啊。其实我甚至现在马爷，我都有一个感觉啊，就是当然很多有知识有文化，包括像这个汪老师这样，他们真的是有专业水准的人啊，他们就经常这个不满啊，就说现在我们给人民群众提供的都是一些什么精神产品呢？就是当然有好的啊，有一些比如像北平无战事啊、琅琊榜啊，这都是有口碑的嘛，对，有好的，但是呢，确实充斥着很多特烂，他们就感觉特别忧心如焚。我现在其实有的时候，我甚至有那么一种观点，就是说，哎，说实在的，您发现没有，像咱们这样的人，您呢，其实不需要这个工业为你生产什么，你明白吗？你的精神生活很丰富，你自个儿在家里就看书，你玩古董，你电视剧不好看，你是可以不看的。有时候我看进去了也不会学坏，也不会学坏。其实我有时候真觉得，就是说，所谓有自己精神世界的人，比如爱听古典音乐的人，或者有个自己爱好的人。你还真蒙不着他对他来说，他也不特别需要这些。有好片子我就去看，你要是遍地烂片我就不看电影了，对吧？我的精神生活有别的去处。但是的确就是这种大量电视台的观众，大量的这个互联网的这种用户受众，他就需要很多东西来填充他的这个时间呢。那么你说，如果最后就说他们挺满意这状况。都有流量了，大多数人就是接受你给他的选择，对呀，他是被动的选择。其实你的整个的文艺创作往哪去，你就带着他往哪去。就是您刚刚说的，像我们这些人不会，对，你想带我们也带不走，对呀，对吧？但是大多数我们忧心忡忡在于这儿。就比如说我最近说到这个，比如说盗墓题材的问题。马老师他收藏古董，马老师盗墓但是那片子都跟盗墓没什么关系。但是你比如说像，我就最近举的，你像老九门这片子，9个盗墓世家，盗墓还世家，这不是这片子就叫盗墓世家啊？就是这老九门说9个盗墓世家的故事，上来就讲这9个盗墓世家有情有义的故事，就挖坟各种。这种戏呢，现在是我们主流特别这1、2年主流的电视台、网络平台甚至电影在放这个大量的占据中心位置。我觉得不是说不能拍，就这位置不对，是吧？你最好的演员、最好的公司都在干盗墓，咱1年能拍出几十部盗墓的戏来，我觉得真丢人。我们这么大一国家，真的是。就是我也说到这个问题，我就说，这个盗墓在刑法上是7年到10年判刑，然后强奸是7年到10年，盗墓是10年以上，无期甚至这个死刑。我们国家盗墓是有死刑的，这比强奸还重，合在一块儿就是这个会淫会盗嘛。对不对？那我们创作，就马老师他们那一代到我们这代，其实每一代还是有一些传承的。因为我跟周静之老师，我们都还挺熟，他都有的时候我们一起创作呀或者什么会聊，会说这个文化上的这东西啊。他比如说某一个话剧啊，他说我看了，他说我看完就很难过，他说我见过召见祖宗的，没见过这么兴高采烈召见自己祖宗的。所以这个东西吧，我觉得是一个，我们再不说就没人说，真的，因为他们这些戏还挣钱，你年轻人看了就觉得，哎，盗墓还有崇拜那个的。对，他这个盗墓的这个影视剧啊，特多，那1年好多，我看过好像1、2部吧。然后首先我觉得他那个
盗墓根本就不是盗墓，其实历史上也不是，全是胡编乱造。是这。然后那里头好，底下都成地下宫殿了，那哪儿，而且都跟魔窟似的。看完了我也记不住是这个电影是谁写的、谁拍的、谁怎么回事都不知道。然后我就问我说，为什么大家都对这事儿特感兴趣哈？他就是有一个未知嘛，中国人特别喜欢那种未知的抱负。赌博啊，谁也赌不过亚洲人。亚洲人谁也赌不过这个中国人，中国人敢把全家都抵上去。过去为什么连老婆孩子都抵在牌桌上，你知道吧？他什么都敢干。那盗墓也是这个，所以这个盗墓呢，就自古以来啊，就是很神秘的一个行业。这行业呢，当然你刚才说那什么9代什么的，我是头有点瞎掰啊，对，那世代那个盗墓很不光彩的。你知道，就是我自己啊，就是在现在的这个流行潮流里啊，我发现我是一个就是说没什么主心骨的人，就是很多时候我比较倒霉都是什么呢？我就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你看所有的事儿，哥们都有先见之明，我都知道会那样，但是呢，最后我一定就从了你们了，对，一定从了之后自己掉沟里，哎，这就是我的宿命，就是什么意思呢？王老师，我想跟你讲的是这个，就是说，你比如我听你讲啊，听马爷讲啊，我都觉得哎，跟我是一个价值观的，我这个价值观呢，但是有时候我会自我怀疑啊，我可能价值观塑造于80年代。那好比说80年，那我心里是觉得，你比如我要是编剧，或者我要是导演，谁都想挣钱，但是呢，我有个丢人的标准，这事儿我要干了，我是知道丢人的。当然丢人的事儿我也真干，但是真干我也会跟人承认。心里有数，哎，我说哎，扫眉大眼，这太丢人了，这最好你别跟人说去，我偷偷让我把这钱挣了，我是知道丢人的。但是呢，与此同时呢，我有时候在这个社会里啊，我会产生自我怀疑。比如说，我就一定是对的吗？还是社会变了，时代变了？难道说今天的这个90后乃至于00后这些孩子们，人家爱看什么？人家爱看偶像明星啊，那么难道说我就有资格去跟人家说，哎，你们这导向不对，对吧？听我的，这才是好的作品。就是我又缺乏这种信心，但是我发现你们，我很自信，就能很断然的就告诉别人，因为是这样的，影视作品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任何人都有这个权利，但是你要说哪个好哪个坏，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权利的，因为好和坏有标准，喜欢和不喜欢没有标准。哎，我知道什么好还是坏，我要告诉他们，这就是我做的事情。但是我看见很多人其实看这些影视作品呢，它就是一个消磨时间。他可能也没打算从这影视作品里头得到些什么。我有时候看这些片子吧，就比如大热剧哈，我甚至带着一种就看他有什么槽点的这种想法在看，它也是一种消磨时间的方式。我并没有投入剧情，是吧？我就看，哎呀，真傻！哎呀，这演员演成这样，哎呀，这剧情太二了。然后还上微博去看一下啊，是有时候还看一下弹幕，弹幕也在骂。你有时候跟着一起骂也，它其实是一种我工作之余发泄。就是烂片给你的娱乐性，可能有的时候还高于好片。不好意思啊，有时候还真是这样的。特别是看着弹幕大家一起在那吐槽，有时候还挺过瘾的。就是这事儿属于，就是说，大家看影视剧可能还真不打算从那里头得到些什么养分，比如说学到一些做人的道理。也许人家可能好的作品，可能搞不好真能给人这样的滋养哈。但很多作品可能我们就是消磨一下时间而已。你消磨可以，但是如果这个国家这类全是这类片子，那就把这个国家的彻底搞烂了，这个心态也搞坏了。然后社会的价值观一旦发生混乱，每个人都会变得不舒服。我们今天很多生活中的感觉不舒服，是社会价值观的这个改变。是啊，每个人因为你比如啊，你排队呢。他前面有加丝呢，你舒服吗？你不可能心里舒服吗？对啊，那他凭什么加到前头去？就是因为他觉得他的价值观就是我插在前头我快，对不对？他不管你后面的人吗？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烂片啊，是指我们比较泛的，是指影视剧，是吧？电影另说，这个电视剧里确实有，就是我不能容忍的是什么呢？因为我很少完整的看哈，打开电视。
我们的红军，你这个描眉画眼，这实在让人不能容忍，而且太重了这妆，啊，这妆完全是舞台妆啊，那画的干干净净，他爬行人过草地，那怎么走啊？你实在是让我们心里还那个不能容忍啊，就是。而且有回看一电视，拿弹弓子打飞机，你这个我知道那个最急，就我看他那个用手榴弹炸飞机哈，我说你们太就不知道你能扔多远了，这手榴弹我们都扔过，他扔不了多远，而且你往上扔不了多高，您还得把它就完全欺负人的这种影视剧，我看完了，我觉得它也就是一乐，但是这种东西。假设就出现一个，大家一乐过去了。对，你要铺天盖地的都是这种东西，那你肯定对民族的这种，心智有伤害，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我有点感觉了，就是他要是老看这种违反物理学的东西啊，对，他可能就是比如说老百姓观众慢慢把这个习以为常了。就会激发出他们一些浪漫主义的情绪，是吧？对，我还看了一个我当年我特别想闹清楚我看的是什么啊，就是一男一女拿着2支手枪哈。至少打了4层院，打好几百人哈。那我先说里头人还打着麻将，我说里头人都聋的嘛。哎呦，就是他那开枪都违反常识的这种，就是乱打，就是所有人都是撞在子弹上了。那你这种片子真的是啊，不，我看着当然对我没多大伤害，但是你常年就这种片子大行其道的时候，我们的民族就完蛋了，你知道吗？哎，海林呢？你这编剧，你这纪检委，你发现是些什么案例？你比如说，我就一直说，你比如说抗日剧啊，抗日剧你怎么样判断它是不是一个雷剧或者神剧？它只要出现日本女军官、日本女特务，这就肯定是川岛芳子。不是川岛芳子啊，她其实是一个中国人，她是满洲人，还得分得清，还真是。但是因为日本里边没有女军官，日军里边就没有。你就首先就违反常识，这老穿着日军制服一女的，好嘛，胸还挺大，然后就是苗大，然后夸夸穿大马靴，这一看就是雷剧啊，这就瞎编的啊。还有这个各种就是这个我们现在叫杰克苏、玛丽苏，啊是吧？现在霸道总裁跟小萝莉类似于这种。玛丽苏呢是网络的一个说法。小女孩想象的自己我是绿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然后呢，我去我们中学啊，然后我的那个男同学，这个男同学他们家有600多亿，那个男同学呢是国际那个总裁1000多亿，他们都开那个超跑来啊，什么请我吃肯德基什么的，这个叫玛丽苏，全是所有都爱我。哎，这个玛丽苏，这个玛丽苏模式呢，就进入到我们各个就是电视剧里边了，古装的、穿越的、现实的。然后呢，一般来说，这男的是一个霸道总裁啊，男的啊，就是对谁都特厉害、特凶，就是对这女的就是百依百顺，恨不能给她跪下，就是一定会有跪下的戏啊，就是类似，哎，是的，这就是他这俩再搭上，就是这男的这。杰克苏，或者说叫玛丽苏，然后这个啊，对，然后这个霸道总裁，他们这一组合，哎，你说这个会不会一套路？这一套路现在各个戏都是这样，电视剧，哎，会不会影响两性生活呀？就是女生会觉得男的必须都得这么对我才行。是，所以对社会会吗？会吗？对社会危害性很大。你们感觉现在的小姑娘会有这样的变化吗？就是说，觉得男孩子都得像电视剧那样对我才叫爱，否则就不是爱。会有这样的变化吗？我觉得对我们编剧行业影响很大。这各个公司呢，制作公司它有小责编，责编呢负责剧本，就是说编剧要跟责编谈，我们公司投不投，往下怎么着，剧本怎么改。小责编呢，他们说现在观众都是90后爱看，所以呢，小责编都是90后，工资也不高，但是他跟你剧本说你这不行啊。就是多大编剧在上面，你这不行啊，你得改啊，要不是90后我们不喜欢。说为什么？说你这男主角不能看别的女的，从头到尾就爱这女主角一个人。我说那中间要有三角关系，就是我们以前说那不行，三角关系可以别的女的死乞白赖追他连看都不看一眼，现在必须这么写啊，现在就是这样。
那这样的话，现在女孩子对自己未来一半的要求很高啊。如果受影响的话哈，如果大家看完这剧以后真的就是受到影响的话，不是他们就是说，就是因为在生活中做不到，所以你们电视剧你们再不让我们实现一下。哦，那如果能够分得清，能够拎得清，那也行。要不然他还挺影响生活的。对，我这2天见他比见家人都多，这么严重？对，每天2集嘛。我好像觉得我就住在白鹿原。你为什么那么上瘾呢？因为好戏嘛。这个不夸张的说，这个写这100年历史啊，这是屈指可数的好戏。这个咱们这个何冰老师演这个陆子霖，现在已经这个征服青少年了，就是有外号叫陆萌萌。陆萌萌，你别说，你这刘海是有点这原来看起来像是韩星式的刘海是吧？哎，这个现在就是说啊，我过去听这个表演呢，说这人演技演得好，有个词儿叫附体式的表演，因为他演这个陆子霖呐，现在出来个新词儿，投胎式表演。这谁编的？这是听着很受用。他在我印象里就是个戏痴，就是有点跟不上时代，但是一门心思啊全在这个演戏上。所以呢，其实这次我想请这个陆子霖，就不是说就怎么能把这坏人给演萌了？坏人，其实我跟您说这事儿啊，特逗，你知道？其实我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吧，我其实内心我都觉得挺悲凉的，你知道吗？我从小想当演员，我是极少数那种幸运者，就是我从小想干什么，我今天真的干了，我靠它谋生，这个我觉得是莫大的一个幸运啊。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就特别关心这个剧评，不懂啊，还没有上戏学院呢，那个时候80年代的时候就有这说法。就说好人坏人，好人坏蛋，好人坏蛋，好像我们的对戏剧的观赏只停留在这个阶段了，知道吧？好人坏蛋，我想无非是咱们客观欣赏完之后想聊他，没办法下嘴，给他插的小旗儿，啊，这是好人，这是坏蛋，知道吧？那其实这个就我觉得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您比如说让您去演戏，你要问说这是好人坏蛋，让您演好人您会了，让您演坏人您也会了，说让您演个人您不会了。他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你知道吗？其实他就是个人。这个那天我还看一个文章分析谁啊？就斯皮尔伯格拍的一个电影叫《辛德勒的名单》。哎，这人就有意思。你看现在这个也挺有意思，有些影视作品呢。迷上的是反面人物，就是这位作者他就是说了，说我就迷那个阿蒙，就那个纳粹军官，说为什么蒙？你看他怎么看一个人物？他明明是个杀人的狂魔，他说但是呢，这个纳粹军官阿蒙呢，首先是有洁癖，那个靴子擦的，你看永远锃亮，头发一丝不苟，而且呢人也帅啊，眼睛里流露出某种东欧的忧郁，是吧？就是那种，而且他说呢，他说你看他这个随便拿枪杀犹太人如草芥。可是呢，他有一个犹太女仆，这个犹太女仆实际他喜欢上了他，喜欢上了他。你看他这个矛盾，这犹太女仆给他干活的时候啊，这发丝就在他身边擦，然后这个电影就表现他想吻他，他想吻他，但是呢，他就吻不下去，他吻不下去，他下一个转折就噼啪大耳刮子就抽，你看。就说明他心里的这个天人交战，他又是仇视犹太人，但是呢，实际上他喜欢上这个女的了，哎，最后他还把这个女的送上了那个辛德勒救的犹太人名单里的最后一个，哎，所以你看，要是那种脸谱性的坏，那没什么吸引力，但这个坏人里边他有这种东西，挺勾人对。而且他这个，您说那演员叫什么费恩斯，我也特别喜欢那演员，然后就实际上，他是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觉得就是我跟各位老师探讨啊，就是你是老师，我们经常会说分析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拿一个文字，拿一个人物来分析，大家都有理解，但是千万不能演那个理解。就头2天我还跟一个记者，我很好的一个记者朋友聊天，他说你演特别不好，诶。我说我现在好话灌满了耳朵了，你给我说说怎么不好？他说陆子霖不是这么个人呐，陆子霖是非常阴险的一个人啊，狡诈呀。我说你指的是老这样吗？你知道吗？差不多应该是这样吧。哎呦，我说咱们交流啊，我说您觉得，谢谢，你觉得生活中有哪个人每天是这样的吗？
对不对？对着老婆说话也这样。对呀，这是什么？其实他说的是对的。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对这个人物的理解，是我们通过他一系列行为之后，我们得出结果，他内心是这么一个阴质的人，而我们不能演那个阴质，那是个答案，而我们要演的是这个算式。这个答案应该让观众判断出来。就每次我来做节目，你们知道都。今天这个丢了，明天那个丢了，后天第5次你会发现和平偷东西，你知道吗？这个让观众得出来，你知道吗？而不能我上来贼眉说眼，上来就是小偷，老盯着那戳子，你知道吗？这就不对了。哎，你看我跟你讲，有句话叫什么呢？反者道之动。他说这个，我想起啊，你的一个同学姜文算你师哥吗？师兄大师兄是师兄。哎，姜文有一次讲这个《教父》，他最爱看那个《教父》嘛，那个马龙白兰度那个表演。哎，我觉得他这个分析够戏剧学院老师的程度。他说你看啊。大家觉得据说马龙白兰度抓那个小猫啊，是临场就抓来的，他即兴抓来的，弄那个小猫。然后他说呢，一个这威风八面的黑社会的老大，这么一个教父，他说马龙白兰度演的是什么呢？他抱着这个猫啊，他一直在抱怨，就说你没拿我当哥们儿啊，对吧？本来你看看，你一次咖啡都不请我喝，你这么的就，他说你觉得他演得像个唠唠叨叨的怨妇，但是唯其如此，这个相反相成啊，你就会觉得这种张力。哎，我还真的特意找到这么一段，咱可以上表演课，你看这一段。怎么样，何老师？就是啊，你看他马龙白兰度这么伟大的演员，你看他这个口音是意大利口音式的啊，美国口音，而且他这儿是塞了2块面包的。对啊，真的，对，他是塞2块面包，故意塞下去。而且我看过他的自传，他那个自传说的是，好像他拿这个角色的，因为白兰度一生好像起伏很大，对，他个性强烈，他不买账的对这个世界。然后据说是我印象当中啊，好像是他跟那个科波拉是吧？对，科波拉啊，他就说好吧，约了一个时间，说你比如说礼拜4的下午4点到他们家来，结果科波拉到时候就去了，他当一敲门，他好里面就是这口音，你知道吗？说那次门没关，进来吧，那时就把门一开，那个导演说我就突然知道为什么他在这个时间叫我来，他是坐在他那个厅里边就这么一个姿势这么坐着，他自己化好了妆，然后塞好了这个，你知道吗？正好他连什么都考虑到，说这会儿他们家那个窗户地光从这儿下来，这样就那时候可能是说了一大堆，知道吗？起身，好吧，里边请。然后里边请人，导演说好，我们定了这事儿，我们聊点别的吧，这事就定了。就是你看他就是咱们不用来谈这个事儿，可以从这儿学面试。对，我把我这个我把我对这个人物的理解我放在这儿，你看我演出来就是这样了，你觉得行不行？知道吗？俩人就不谈别的了，好，咱聊点喝咖啡什么的。对，最近纽约房价又升了，聊聊股票。文道，你说你说，我觉得像这种角色，就我其实想起来，历史上所有我们觉得伟大的文学或戏剧作品里面的所谓反派人物，有哪一个你觉得叫真反派？对，就比如说简单点像杀剧，像马克白，他老婆呢很反派嘛，但你仔细研究琢磨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你每一个，因为这么讲，我不知道这个何老师是专家啊，反派专家。你要分析角色的时候，我们说这是个反派，你总要去找个理由说他为什么反派，他这个人是怎么变成反派，只要你找到这个理由之后，你发现这个人就立体起来。当你找到理由，你就发现那个反派再也不是原来你说的那么的表面化的一个反派。马克白斯他老婆不就是想让丈夫成功吗？对啊，你就当王了呀。你有当王的机制啊！是啊，一切国王不如你啊！对啊，我为什么不鼓励你当王呢？你是我的丈夫，不对吗？不对吗？这不对吗？难道不是鼓励老公上进吗？对呀，对呀，这有什么问题呢？对啊，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反派完全是站在一个道德立场上的。对，公共道德违反了，你就是反派，就是坏人。其实你站他个人角度讲，从文学分类来讲，一个最简单的公式就是说，只要戏里有明显的所谓反派，它就是一个通俗剧。就是有学生问我说，怎么来区分
严肃文学跟通俗文学，我最简单了，你就看里边有没有坏人，对，有没有所谓的坏人，一有坏人了，这戏就通俗剧。没错，好的文学作品，所谓严肃的，比如《边城》啊、《阿 Q 正传》啊这些，《红楼梦》啊，你看没坏人的。对对，你找不到哪一个是绝对反派的，对吧？啊，他们简单说2本中文书是销量最高的，一个是《红楼梦》，一个是《家》。就是说它的区别在哪里？后来仔细一看，区别就在于，《家》里边是一半好人一半坏人，决心在中间。《红楼梦》里每个人都是一半好一半坏。没有一个绝对的坏人，所以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但是我又觉得呢，这种二分法呀，是这个在很多人的心里都有。你比方说，咱就说这个观众反应，我有时候觉得，哎，其实我有时候觉得我要作为一个主持人呐，我觉得我比观众胃口宽呢。就是说。你们俩吵得不可开交吧？你在看谁都喜欢，我也不是看。当然从幸灾乐祸的角度，我谁都喜欢。但我自己肯定火。但我确实是对我谁都喜欢，但是我主持人心态，我对社会也采取这种主持人心态，就是看热，不是就是看热闹。但是我现在发现，甭说看戏了，就看我们这种节目，这观众一上来啊，他首先寻找同盟军。让我意识到，现在网上有些网友啊，我会感觉到他的头脑里啊是一个善恶之战。他的头脑里像个战场，他的头脑里像个斗争，而且就说，即便意见跟你不同的人，你也犯不着那么搓火呀。但是你看那网上的跟帖，很多都是我他要找对立面。我先说梁文道说的，我同意，是我的。那么我对梁文道的同意，一定意味着徐子东不是人，对吧？你看他这个样子，甚至发展到你看越看像个这种上海人戴这个眼镜是吧？就他甚至你知道吧，就完全的说这个发型头发凌乱，一看就像个奸臣。他把你往戏剧化，他就把你彻底趁机把我骂一通，还学陕西人说话，还学陕西。所以你说这个正反派的思维，他就是很多人今天在舆论场上，他也是这样啊。但这是必须的，观众带着自己的价值观、阅读期待去看戏，分出好人坏人，这是必须的，这是正常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分得出来，就是通俗剧。因为这个戏里边的价值观符合他的价值观，这就是通俗剧的最基本的原理。如果带着这样的爱憎进去，发现分不出来，哎，文涛讲的虽然有道理哦，哎，文涛讲的也有道理哦，那就高了。这就对这个观众的价值观产生冲击了。哎，你看这个戏《白鹿原》里边，你到冲击的厉害的时候，一个黑娃要造反，一个白嘉轩要坚持这个国学这个传统道德。这个陆兆鹏是共产党，对不对？他在里边粗糙的利己主义者，没有一个没有道理，这才叫人着急啊！这个革命才残酷啊！对。你每个观众严肃的时候，你就会想象，如果你活在100年前的白鹿原，你是哪一派？你做什么？每一个人都有道理，这个戏才好。要是其中有一个明显的是摘一个兔崽子什么什么的话，那事情那就王世仁了，白毛女了。简单了。其实所有好的，我完全同意，就因为好的作品，所有的艺术作品、文学作品、戏剧、电影都一样。就我们观众一开始去看戏的时候分正反，就像刚开始何老师讲的一样，就是那是个标签，就那是一个就等于一个浮在水面上的一个浮标，我们是透过那个来大概掌握一下剧情，对观众来讲很必要。就小孩看戏，他第一个学懂的事问爸爸，这谁是好人啊，谁是坏人？这是一个方便入门，但是入了之后，整个东西能不能够颠覆你，能不能够让你自己开始困惑，能不能让你复杂化，那个是就是看得出来这个东西是好还是坏。最通俗的作品就是你从开头一进去看，这人是坏的，到了最后证明他果然是个坏人，他比我想的还坏，那这就还有很多抗日神剧是。观众早知道他是坏的，戏里边的人还不知道呢。对，这是个坏蛋，这是汉奸。就旁边说，嘿，我一坐在这儿，我看是谁没收眼，你是来偷东西，这是汉奸。结果这3位都没发现。有很多抗日神剧，就是这个有一个美国学者讲过一句话，在区分什么叫通俗，什么叫严肃。我觉得他讲的非常有道理。他说我们人的小的时候啊，就喜欢睡觉前听讲故事。故事有2种，一种呢。他已经听过了，甚至听过 N 多次了，可他还喜欢听。
而且呢，你这个爷爷奶奶啊，要是中间讲错了，比方说进来3个狼啊，他马上纠正你，哎，不对，你上次说的是4个狼，对不对？他纠正你，但是他还喜欢听。这种就像我们看连续剧啊，就像我们一般的连续剧，就像通俗剧一样，这叫什么？这叫巩固你的价值观。对，人就这么奇怪。你看007啊，看武打片，你明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东西，James Bond后来会怎么样，你全知道。可是我们新出来，我们还去看，这就是人类有个天性。听不厌的要重复，但是有时候小孩又喜欢听一些不同的故事，这个不同的故事，他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他会乱，他会哭，他会搞不清楚，哎，这个时候狼怎么不咬人了？这个就是纯文学，白鹿原是后一种，而且我觉得啊，这个真的有时候要求不能太高，就是说我现在觉得你看到一个现在有个词儿叫良心制作，对，哎，基本上人家桌子是真的桌子，演员是真的下功夫，表演是吧？看上去这个大幕一拉开，你就知道他们没偷钱，对吧？这个我觉得已经是挺有艺德的了。就是现在你看到这样一部电视剧，所以说我就你像咱们刚才讲这种演技的这种打磨，像你刚才讲这个马龙白兰度，你觉得在今天这个快餐电视剧的这个情况下，你觉得这一套还好使吗？这一套，或者说你必将失落？这一套我觉得早晚会回来吧，现在肯定不好使，因为为什么？其实这个事儿就是这么演。你看白兰度演戏，你知道吗？这么大的演员，他也是抓了很多把手的。你比如说口音，你比如说外形塑造，这都是演员建立自信的一个我们叫抓把手啊。你抓住心里就安全了嘛，你就敢坐在这儿演了嘛。你得有些凭据啊，你知道吧？其实演员你看还都是这套，就是这套，就是这套，就是。但是问题是现在我们还信不信这套把手？一定要信。对呀，当然应该信啊，你知道吧？但是现在呢，其实你看这个戏，你比如说我们演《白鹿原》的时候，你知道吗？本来我们想的是不用这种陕普演的，我们就是想用普通话。因为导演说得好，他刘进导演说，这我是要拍给全球华人看的，你知道吗？光用陕西话，那我直接用陕西话不就完了吗？我找纯陕西籍演员，那更地道，对不对？为什么呢？然后就开始用普通话，不行，拍了2天，马上大家自觉的把这嘴就都改回来了，就奔向了一个陕西话跟普通话交界的这么一个地方。就那个气氛需要一点语言。不行，要不你说不出来那词儿，你说不出来，就我们难以想象。用上海话怎么演茶馆？你知道吗？难以想象用粤语怎么演茶馆。你刚才我们已经试过了，就可能那味道就不对。这就是文字的力量，我觉得它规着你就往那儿走，就大家不自觉都还有2点，就知道了中国人为什么喜欢蹲。以前不是争论吗？对，看那个戏就知道了。他有凳子也不坐，他也蹲在那里。对，这真是这样啊！真是这样，真是这样的名，真是这样的，真是。而那筷子是这样的，他是蹲在这儿，不是腿是这样的吗？那筷子，吃饭之前一人蹲一大碗，拿一大碗，都是一碗面条嘛。这筷子在这儿，啪。这就算洗擦过了，一个是这膝盖窝里油水足啊，一个是蹲，第二个就是吃的那个东西，哎呀，都是一样的东西，是吧？每家的都吃一样的东西。他这个戏还有个魅力，就是说，除了这个白嘉轩跟他老婆以外，这2个是熟面孔。何冰呢，当然也是著名演员，但是我相对不太熟。其他下面的演员我都没见过。所以我全相信这些就是人，这些就是剧里的人，不是人吗？就是说他不是演员，这是良心制作，用的演员都是活的，放心，都用了人了，真的都用了人了，不容易啊，你知道？不容易，不是畜生，不容易，都是人，我们演员都是人，不容易。你们这种真是，你们就没好好看演他答的那个演员啊，葛之君先生，真是绝了，葛时军先生，真是演得好，几个配角都好，你还别说，这个是不是人呐很重要。就是说，哎，就是这个戏剧第一原则，演员必须是人，必须要演人。这我刚才讲了嘛，文学是人学嘛，是首先也不能当做符号。他是真正的人，对不对？你要照我看，你比如说，那有些电视剧里的，那就不一定是人呐。而且如果银幕上只剩下脸，只有脸，长得非常帅，长得非常嫩。面无表情，人就是说面瘫式的表演，这个我没说错吧？有没有这种现象？对吧？不是说全都是这样，但是有没有这种现象？那这种面瘫式的脸，他是人吗？但是我这个问题再问深一步，那你要说观众爱看的是人学，
爱看的是真人。这事实表明，相当一部分观众爱看这个面瘫式的人呢。这是那你又怎么说呢？这市场需求是各种各样的嘛？这不一样。我觉得每个人在戏上，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观众看戏都是主观的，包括我们刚才谈的这个分好人坏蛋啊。你说他这个看法太简单，这角度太幼稚，可是他也有好处。为什么呢？他分出了好坏之后，他一定是把自己往善的那堆里搁，他不想把自己往恶那堆。他终于找到对立面了，他知道自己干什么了，是吧？还有一个呢，我觉得看戏，好多人就是这个说起来是一个挺悲哀的事情，就是还不知道看戏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看戏的目的是一个模拟，是做个游戏。我们生活中太残酷了，太不好面对这事情了。我们假装吧，子东老师，我们假装来吧。我演一个淘气学生，我来打先生，让观众让他们看完是什么样，对不对？你是举这么个例子，这仅仅是一个例子。知道吗？好让你得到这个营养。其实这个观众看戏的目的，精神的内心的一个娱乐啊，我觉得是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呢，您说那个确实是，它确实也有很多其他负载的东西，比如说穿什么、用什么、吃什么，生活方式，啊，可能你比如说现在，我就觉得我一点都不奇怪的是，现在拍这些大型的魔幻的，会飞的玄幻的这个，其实你仔细发现，它符合我们年轻时候的规律。为什么？首先你看啊，所有的这些。帅小伙子、漂亮姑娘，武功高强，能飞檐走壁。好，我们克服了人基本的那个障碍，所以飞人了嘛，达到了飞人的水平。然后，但是他想讲一个什么故事呢？其实他想讲的都是爱情故事，最后，都是男女主演如何到不了一起。哦，原来我们人类哪怕是能飞，你也过不了这一关。就是你的爱你是过不去的，你是痛苦的看着镜头那流眼泪，就是只是可能表现手段上还不够成熟，但你看那意思都是这么个意思，这就是我觉得他看到的那个样子。而且呢，这个是看戏是有这个群众基础的。你比如说咱们的这个京剧啊，或者这个传统戏剧，那都画脸谱啊，变中间，这很基本的就是变中间。这是不是一个？我倒觉得这个辨明中间或者正派反派分明啊，反倒是个更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一种娱乐，一定是。但是呢，我觉得它是什么呀？我觉得更多的是为了这个行业的生存，因为行业生存啊，我猜。我给你分出来吧，而且我觉得京剧，我是非常崇尚京剧的啊。我个人的粗浅的理解，这可能完全是胡说啊。为什么分这么清楚？为什么曹操上来大白脸，是吧？关公上来大红脸，让你一眼就看得出来，你不用再去动脑子了。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他是为了吃饭，他对观众并不信任。我不希望你去理解，因为什么呢？你不会为我这事动脑子，甚至于他把演员都管死，身上勒上，头扎上。鬓打上，你看他这审美其实跟现在没有任何区别。现在是整容，直接拿斧子削，过去拿鬓一贴，那就什么脸都是小脸，就是古代整容嘛。对呀，他就你看这梅先生晚年的时候都已经挺胖的嘛，啪一贴，还是脸还是给你看这一点，是吧？他审美其实是没有变的。但是呢，他这个东西啊，我就发现这个表演分不同体系。要不说啊，他说这个梅先生这个，他又出来了另一种审美，就是说，一般来说，老百姓看这个都挺爱看，对吧？中间分明。但是呢，懂行的人他看的是那种程式化的表演。你比如说，我有一次我看这个有个导演叫费穆，他当年拍过梅先生的一个戏，就是拍成电影的。你知道，因为那个影片质量就是现在保存的太差了，我看的那个哗下雨，而且老停，那个碟老定格，倒给我看出来一个意外的发现，就是说。他每一个瞬间，就梅先生演这动作，啪你停，都是一个最美的姿势，就是他整个这个动作的运行过程，你在任何一点上定格，都是到了身体最美的一个姿态。你这手也不错，欧文涛还有转行的可能啊！我这是丽春院的，是吧？分外妖娆。而且您看吧，其实我因为我爱京剧啊，我看到的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其实他们在做的一工作都是越到大成的时候，越是在这个脸谱他要遵守这规矩，他在逃离这个脸谱。你比如举个例子，袁世海先生在这个《龙凤呈祥》最后有一折叫《芦花荡》，他演张飞。你想我们的张飞什么概念？抱头环眼，丈八什么？就是这么一个形象吧。你看看这袁世海先生演的张飞，我跟你说就是一大头娃娃。
这个可爱呀，那真是袁萌萌，我跟你讲，才真可爱之极，你知道？哎呀，这个漂亮，傻大憨粗的一个大胖小子，他的种子是这个，你知道吗？基本基调是这个，但是一拿起枪来一打起来，哎呀，喝断荡阳桥，就谁也别说了，你知道这就厉害了，你知道吧？你看他在逃离这，尚长荣先生现在身体很好，你看他演的曹操。曹操不应该一直这摆点奸臣吗？不一直应该是这样吗？你看看人家，曹操与杨修，你看人演的，心里那个变化，一直在逃离这东西，就千万别被这个脸谱攻住了。他在逃离这个城市，他在逃离，他不按着这个走，他在演他的那个人性，甚至有时候曹操还很可爱，那小心眼都让你看出来了，你知道吗？很爱才。特别可惜这个杨修，你知道吗？唯我妙笔写春秋，你知道就特别。我觉得这个说的太对了，太有道理。因为其实很多我们亚洲的传统的戏剧，其实以前希腊也是，那种脸谱是直接戴面具。那个东西呢，最表层的讲法就是让观众一眼就看到这是谁，这什么角色，这怎么样。但还有一层呢，有时候他是对演员故意加上一个限制，绑着你的手脚，你来演。看你演成怎么样，那个时候就是看一个真的是，我觉得传统的戏曲里面，就你比如说我们中国的京剧、昆剧，我们中国戏曲到日本歌舞伎、人剧都有这个效果，它给你一个束缚，束缚住演员的手脚之后，观众看的就是你表演的功夫了。我觉得反而看传统戏曲的内行观众真懂行，他是看你手脚声带身段，看你走动。然后是看这些东西，看你怎么去把这个硬的东西演活了啊！对，而且奇怪的是吧，越有束缚，越有自由。没错，对，没有束缚，没有自由。原来，哎呦，比如说让您演窦文涛，没法演，没法演，就背不住给您画，让您演郁达夫，您可能能对付，您真有可能给对付下来了，是吗？真的是，你知道吧？你说您演窦文涛。您倒糊涂了，这怎么演没束缚，你知道吗？其实是越有束缚越有自由。没错，哎呀，你说出来我20年前演戏失败的原因，他们就是要拍个肥皂剧让我演什么老窦酒吧，就演窦文涛。我说我什么德行啊，没法弄。最后看回自己的录像，研究窦文涛是不就是你找不着边儿。所以他说的这个脱开啊，您看马龙·班杜不也是吗？意大利口音。他难道不会说英文吗？他为什么要找意大利口音呢？他为什么要塞俩棉花呢？对不对？他实际上在禁锢自己啊！你老得照顾这个语言啊。相反，越有这个，他越自由。他越艺术家讲的平衡木上的表演，就是说你的天地越小，那过去就是靠道具，还有靠观众对这个角色的固有的理解，你曹操什么？现代戏呢，像曹禺这样的，就加很多人物说明，他的剧本呢，你最大的特点就是人物一上场，一个小说，一短篇小说，对不对？陈白露怎么过去怎么样？对演员很不信任，对，你演员都得这样学，就恰恰是要找到这根绳索，你到自由到。你像他这个都让我想起啊，他这个绳索或者这个束缚啊，就是你看中国这个书法里边过去讲啊，书法要熟后生。画要熟外熟，熟后生就是什么？你的字啊，不能写的就是漂亮，你先熟了，但是呢，你还得显着像第一次写字一样，写出那个生劲儿。其实就是先掌握了这个程式，但是你又跳出这个束缚，甚至你看我联想更多。你比如说，我那天跟一帮女孩子，我就说，我有个特别不能理解的一点哈。我说你们怎么那么爱穿紧身的衣服？就是因为尤其是夏天，我老替他们热，我就得宽松着，你知道吗？我说为什么这个女的老是穿的那个牛仔裤，穿什么就你们老穿，而且甚至是日常生活中，你也那么穿的那么紧。我说你们不觉得这个不舒服吗？他就会觉得，他就跟我说啊，他说。当我这个被束缚的，就是被这个锅紧绑严实了之后啊，对，被束缚我就自由了。不是，他说被束缚的时候，他自信了。他觉得被束缚啊，他觉得我抬起来了。他有那么一种这个状态，他向上了。他就其实我想是不是全身挤着全身的肉？您看戏曲舞台上演员勒的跟粽子一样，就是根本一个手都伸不进去的，那当然是。你看看是不高跟鞋，你看所有男的都一样的，厚底儿有穿厚底儿的，什么，你知道吧？他就是好看啊。
人就是勒上之后，他一垫高了，人就挺拔嘛。没错，你像我们那个女主持在后台，那都是一直走路都是俩助理扶着，跟那个慈禧太后似的，就临上场那一下，俩助理一撒手，扶起交。你看他本来在后台他根本走不动，他一出来飞过去了，他那个轻盈，哎，他这，所以一说这何老师啊，我发现他这个地方他有道行。我还想起他其实是舞台表演出身，对啊，话剧出身。我觉得我看过你一种对观众心情的感触啊，我觉得那种描述你能不能听得明白？他说，这个话剧演员在舞台上，你以为他只是陶醉于自己演戏吗？他说不是，他说观众的每一次笑声，每一次掌声，甚至观众心里一凉，他都能感觉到，都能知道，都能知道。这是一种什么一种感觉呢？我跟您说，就好有一比吧，就是您现在做节目主持，您还紧张吗？您肯定不紧张了，就您就知道了哪儿话头稍一落。其实我刚才已经无数个瞬间感受到，哦，这儿有点，啪，你就嘿，就都知音都能知道，你知道，这就是手艺就在这儿呢，手艺就在这儿呢。但是年轻的时候可能做不到，这需要什么？需要一个在舞台上待的时间。还有一个是什么？要有一个认知，就是我个人这个真是有点好像说理论似的，好像就不敢瞎说的。反正我自己是这么想的，就是电影电视是什么呀？是请你来看我的梦，对吧？话剧不是，话剧是我们一起来做梦，是今天一敲响钟，我们一块儿开始。话剧演员有点更像牧师，更像布道者，是我先干点什么。哪怕我强行拉动我的热情，我怎么之后把观众带入之后，好，我们共赴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在哪儿？在我们心里。你坐在一个黑屋子里边，其实旁边都有人啊，但是你那会儿实际上如果是一个好戏的话，这会儿你回到自己内心了。这块你不经常去，实际上，由于外界有一个刺激，有一个景象，于是你回到自己内心了。但是是共同买，所以说艺术起源于屋啊，每天重复的话，会不会疲劳？是这样，那就是这个问题，您说太对了。如果在台上背词儿，天天去背的话，他就一定会疲劳。怎么才能不疲劳呢？唯有一个方法，我觉着就是今天是活的，你要感觉到他那个气息。对，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这个活的，因为其实。就跟我们上课一样，对不对？你学生做的多，他们有现场的反应，你讲的内容就是不一样。我一个类比了，但是的问题是，有时候你看一个演员呢，我听那个 Celine Dion 的演唱会在拉斯维加斯，讲得非常生动，非常有趣。但是我突然一想到，他天天晚上在讲这个笑话，天天晚上都在讲，这怎么到心里这个地方呢？他会不会到后来就变成一个？这个我理解不一定对啊，但我也有这种感触，就是啊，你看他刚才讲什么布道者啊，我就老觉得啊，有人心有些神秘的东西。你比如说，你按照这个佛教的说法哈，好像呢。有一个佛心就是众生心，就其实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我们的心是相通的，甚至说是所有的众生啊，他都是有一个共同的心。这个有的时候在舞台上的人能感觉到，为什么？你比如说咱隔着那么远，你们是几千人的观众，但是他说这个我为什么有感触啊？你比如说，我开个玩笑，我这个玩笑开得不成功。你以为我不知道那个尴尬吗？每一个人的尴尬，我好像那个时候就产生我知道，我知道现在全场的那种尴尬，全在我心里。你说这是一种这描述特别准，心灵的那种感应。所以我理解就是演出个什么缺口，观众心里一凉。演员敏感的如电闪一般，而且有一个幸福的时刻是只有好的戏跟那个合把的演员在一起能体会到的。就比如说我们演《喜忧伤》，最后那是大喜剧嘛，大喜剧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曾经有过这种美妙的体会，就是我跟道明老师站台的时候，我们都有这种体会，就是你感觉整个观众这个场啊，就像是一团，就是一团。叫什么雾啊，或者无形的一个东西，就你可以无限的去享受这个时间，但是你只要轻轻一碰，啪，它就爆了，就奔到那儿去了，这儿啪一拎就起来，但是很少碰见，确实是不容易。那相比之下，是不是电影就更难了？在我想象，电影这个情绪是中断的。我跟您说实话，徐老师，这个问题还真是，你知道吗？就好，坊间老说这话剧演员啊比这个电影演员啊难，好像对技巧要求高。真不一定，您说这特别对，电影更难。上来第7场第8个镜头，
对，你马上进不见了，对啊好不容易聚起来的那团雾不没了，但是 NG， 但是好在是什么呢？电影这东西啊，它是个导演的艺术，您知道吗它？可以把你拼起来。对呀，它是做出来的。只要导演是人就行了，他们都是可以肢解的，对吧？哎，我就是说，他有一次说达到一个什么境界，所以有的时候人呐，有的时候比如说人生当中感觉到的有些巅峰体验，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你有一次在舞台上达到的那种境界，是因为啊。一大玻璃碴子，香手袖口全是血，但是这个戏已经到了最后5分钟了。当时是对手那个演员就想停了吧？丹丹啊，就是宋丹丹啊，丹丹姐啊，还有金浩，这俩。当时什么个状况？是这么一情况，这个我给您铺垫一下怎么回事，就是说我们剧院不有个伟大的表演艺术家叫于世之嘛，我们都非常非常崇拜他，因为说实在，在我年对茶馆王利发。我大学毕业的时候那会儿封箱大概是89年还是90年，最后7场戏。说心里话，那会儿作为一个本科学生是看不出他演在哪儿好的，只是不敢说他不好。为什么呢？你看不懂，他怎么好了，知道吗？观众也没有笑声，对不对？掌声都是给你的名誉的，而且甚至于那会儿先生身体已经不好了，还经常演错。但是呢，后来随着这个实践之后呢，就突然发现，哦，我们原来发现于世之真正伟大在台上，怎么说叫今天翻译叫从不跪舔观众。从不迎合讨好，你知道吗？他的自信已经达到了那么一个巅峰状态，知道吗？我们都服的不行。但坦率说，我现在为止啊，我还是在台上去讨好观众的，非常渴望听到观众的喝彩，就没有这个掌声跟笑声吧，我内心是虚的，就没有现实这种反馈回来，你知道吧？就内心就老想。陆子霖不是何必？真的是我，真的是徐老师，就内心特想摆脱这状态，我如何能变得更坚强？我如何能在台上真的宠辱不惊？不行，做不到。好，我给你铺垫完了啊，我跟你讲今天发生的事情。他那个叫窝头会馆那个戏，11月份演，如果是各位在北京，我请大家去看啊。他最后扔一个酒瓶子，每回啊我都扔得挺远的，因为他得碎，大概5场碎一回，我都有数，演多了就。结果那天也不知怎么就晃个范儿，这酒瓶子一撒手，我得随即摔倒，酒瓶子就碎在我手下了，啪就摁上去了。这一摁上出去，他马上动作就起来。这一起来，我再一攥，好家伙，呜，这血就出来了。哎呦！我就大概检查了一下，哦，在这个手指头上这样镶了一个，还好是面积不大，我还拿手扒拉了一下，在这，因为它大棉袄，这有个袖子，我这一扒拉，呜，喷出来了。一转身，啪，泼在台上半瓢。就这会儿我一看啊，丹丹姐还有演我儿子那个金浩。完全出戏，就行不行？就那个血的流量可能吓着他们了。就那会儿，就是说人这会儿，我内心是无限感动的。就是说，你要真是我要哪怕一摘呗，就停了。丹丹姐肯定站起来，关木肯定，我就相信她能做得出来。要先救人吧，这是我觉得100%，因为她眼睛已经就准备动身了，那个动作有危险。然后我就眼睛我就告诉他们没事没事没事，然后还有5分钟，就我一个人的词儿了，你知道吗？好，我就稳稳地坐那去开始演。啪啪啪啪啪啪，那5分钟我特别美好，为什么呢？我再没有机会去讨好观众了，我再没有机会去跟观众表现我演得有多好了。演员在台上是知道的，他是随时在干这件事情的，对，你知道吗？你别以为他没有理性，所谓100%投入是不存在的，能顺到完就不错，对，顾不上讨好，哎，就啪啪啪，静静的把它演完了之后，谢幕，缝针回家，坐在桌上，这会儿这口气喘过来了。哎，我说刚才那3分钟怎么那么美妙啊？清凉之极，内心，特别清凉，没有任何负担，你知道吗？我明天一定要这么干，这是那个状态。明天再拿一玻璃扎一把，没敢弄，明天换个手。哎，对我没试过。这帮人，第2天一上台，是那口该怎么着怎么着，该抖机灵抖机灵，该讨好讨好，就会杂念一堆就来了。这是什么呢？就是意外的达到了无欲无求的境界。但它是靠一外力，就那会儿就完了就成，其实内心就一个强。但是你窥到了，则刚，但是你窥到了那个天地，这说明文道啊，表演一样能入道，是不是？咱祝贺，祝贺玻璃瓶子。